心怡，7年深情变虐恋核弹，一封求婚信如何变成最虐心的剧情灵感？神仙眷侣的陨落是一场爱得太深的灾难。在这个充满快餐爱情的时代，7年能维持一段感情，本身就是一则童话。但童话的背后是难以承受的真实。朱一卫与白心怡，一对曾被无数人羡慕的恋人，从青涩岁月到职场出城，从大学课堂到影视创作，他们携手走过了人生最重要的7年。朋友圈里，他们是别人家的情侣，生活中，他们是彼此的灵感与动力。他们旅行的照片是自然与灵魂的融合，他们创作的作品是现实与理想的交织。然而，所有的热烈最终都被现实熄灭。没有出轨，没有欺骗，只是彼此越走越远，一个向光奔跑，一个留在原地沉思。他们的爱情像是最盛大的烟花，美得令人窒息，却注定短暂。于是，差错诞生了。他们没有回避，而是正式分离，将7年的情感浓缩进一个剧本，用最极致的方式告别彼此。风美人乔宇，她在演还是在活？在差错中，白心怡饰演的乔宇是一个多面复杂的角色，她温柔，她疯狂，她绝望。每一个眼神，每一次崩溃，都是灵魂在裸奔。拍摄那场著名的雨中戏时，她跪在冰冷的泥水中整整3个小时，没有替身，没有暖棚，没有人喊停。她的膝盖早已血肉模糊，嗓音也因为哭喊而沙哑。但她只说了一句话：乔宇值得。她不是在演，而是在用自己的伤痛唤醒角色的生命。她将所有失落、痛苦与不甘注入乔宇的每一滴泪中。这不仅是对白心怡的致敬，也是对白心怡与朱一卫7年爱情的一次告别仪式。观众看到的不只是一个角色的疯癫，而是一个女人为爱燃尽自己后仍选择温柔以待的背影。朱一卫的剧本是情书还是遗书？朱一卫写下差错的时候，并不是为了博得观众的眼泪，而是为了救赎自己。那封求婚信原本写满了愿景与甜蜜，但命运的反转让这封信失去了寄出对象，也失去了意义。于是，他将这份未完成的未来改写成一部剧本，它不再是表达期待的情书，而像是一封写给过去的情感遗书。他在剧中安排了许多细节，是他们现实生活的剪影。乔宇喜欢将书翻到最后一页，先看结局，正是白心怡的习惯。露宿在雨中奔跑追赶的动作，是他曾在机场为他而做的事。这些瞬间看似平凡，但在剧中闪耀着刺痛人心的光。他没有将自己写成完美的男主角，也没有把对方塑造成负心人。相反，他刻意保留了人性的犹豫、逃避、自私与执念。他明白，真实的爱不是没有伤害，而是在伤害之后仍愿意真诚面对。这种坦白不仅是对彼此的尊重，更是对观众情感的共鸣。他用剧本葬送了他们的爱情，也用这剧本成全了他最后的意义。观众的崩溃是因为太真实了。观众为什么会对差错反应如此强烈？因为他们从剧中看见了自己的影子。那种明明还爱着，却只能放手的情节，不是文学创作，而是现实中太多人的隐痛。剧情没有奇迹，没有逆转，没有最终牵手成功的桥段。它不是童话，而是让人瞬间沉默的人生实录。白心怡在剧中眼神的空洞，露宿一次次欲言又止的挣扎，都击中了观众内心最柔软的部分。不是每段感情都有结果，不是每句我爱你都能换来我也爱你。有时候你倾尽全力，换来的只是对方的一句对不起，我们真的不合适。很多人留言说，他们看完剧之后主动联系了那个再也不会回来的前任，有人在失恋多年的夜里第一次放声大哭。是的，差错不仅是一部作品，更是一种释放。它告诉我们，痛苦是正常的，崩溃是允许的。爱过就值得被理解，失去也不是失败。而这种共情，正是差错最动人的价值所在。戏外分手，戏内永恒，他们完成了爱情最后的仪式。他们的分手和许多情侣不同，不是冷暴力，不是突然拉黑，也不是在朋友圈宣泄怒火。他们选择用一部剧完成了一次关于爱与失去的公开葬礼。
戏外已成过往，但戏内他们依旧相爱。他们没有毁掉过去的回忆，而是用创作把这份情感安放在观众心里。这是一种少见的情感勇气。朱一卫和白心怡都知道，这部剧将永远记录他们最痛的一段岁月。每一次重播都是一次刀割，但他们愿意承受，因为他们深知，不是所有爱都需要永远在一起，有些爱是需要时间沉淀与成全的。这也是一种尊重，对彼此的尊重，对过去的尊重，更是对观众的尊重。他们没有贩卖八卦与撕裂，而是选择用艺术说出一句谢谢你来过。很多观众感慨说，他们比很多还在一起的人更懂什么是爱。这正是这部作品的动人之处，在他们的放手里，我们看到了爱最深的模样。爱情的意义不是拥有，而是成全。我爱你，不是为了拥有你，而是希望你过得比我好。这句话听起来像是烂俗的鸡汤，但在差错的剧情中却成了最真实的写照。朱一卫与白心怡最终没有在一起，但他们的爱情并没有因此失去意义。相反，他们的分开让我们看清了另一种成熟的爱。当你发现自己无法再给对方幸福时，选择退出是一种温柔的成全。我们常常以为只有走到婚姻，牵手到老的爱情才算成功，可有多少人在这样的表面圆满下活成了彼此的牢笼？差错打破了这种传统定义，它告诉我们，真正的爱不是执着地守住彼此，而是在适当的时刻愿意放彼此自由。这份自由是对过去的告别，也是对未来的尊重。他们用作品告诉观众，你不是失败者，你只是完成了一段注定短暂但美好的旅程。这不是消极的说法，而是一种释然。爱从来都不只是一种占有，而是一种成长。哪怕没有结果，它也曾让你成为更好的人。如果你也爱过，就会懂，这不是一部剧的成功，而是一段真实感情的再生。差错不仅是风美人与编剧恋人的自白书，更是我们每一个曾认真爱过、痛过、笑过、哭过的人共同的情感回音。所以，如果你也曾有过一个没能走到最后的人，请好好看看这部剧，你会明白，爱从来不是失败，而是一种成长。感谢每一位看到这里的你。如果你也被这个故事触动，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们你最深的那句对白，或者你自己的爱情故事。别忘了点个赞，关注我们，未来还会有更多这样的真情故事与你分享。因为故事还在继续，人生永远值得热爱。让我们在光影中继续相遇。